你哥玩三人行被记者拍到，现在都要价到我头上了。爸，我已经派人去谈判了，一定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降到最低？我要的是这件事从来没出现过。是，这名记者只是幌子，背后想搞垮程家名声的一定另有其人。您放心，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绝不会给您和程家造成任何影响。最好是这样，不然你们二房就给我滚出公馆！不用在乎谈判手段，我要知道那个记者背后的人。明白，老板。陈哥走了，把那张黑卡给陈哥老婆，让他以后有难事尽管跟我开口。好。亲哥闯祸要我擦屁股，贴身保镖又死了，真倒霉。看来我必须要尽快坐到家主的位置上，才能保全自己。你不过是我妈派来保护我的一条狗，竟敢坏我的好事！陪人吃个饭怎么了？我的职责是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安全？夫人叮嘱过，小姐在外要注意安全措施。石玉忠，你既然坏了我的好事，那你就把自己赔给我。特种部队中校被这么对待也能忍气吞声，有意思。要不然我就搞臭你的名声，让我妈开除你。见过逼良为娼，少见逼男为鸭啊！你算是让我开眼了。程一生，你一个程家二房庶出，别以为攀上陆金阳这门亲就能在我面前得意。跟你暗恋的人结亲，不在你面前炫耀，岂不是可惜了？既然你不想要这个保镖，那我要了。跟我走吗？我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拿？你想要的男人我都能得到，更何况一个保镖？夫人交代过，让你不要再问生事。你不想刚才的事情被夫人知道。孙小姐，还是听妈妈的话，早点回家吧。帅哥，帮个忙。Run into the frozen time 하늘을 돌아서 차가운 바닥에 这是我的名片，我正好缺一个贴身保镖，1年1000万，买你24小时贴身保护，怎么样？我的命不值这个钱，况且孙太太对我不错，孙小姐虽然任性，却不是我离职的理由。我送出去的东西向来不回收，不过我敢断言，你会回来找我的。你的打火机。魏老板，医院结果出来了，少爷腿骨折了，徐少轻微擦伤，但是和少爷他们三人行的女生进 ICU 了。少爷怕他醒后乱说，夫人让你赶紧来医院。我马上过去。怎么才来呀？晚高峰，路上堵车。阿远，来吃个橘子，补补维生素。不是，还
还傻站着干嘛呀？赶紧把那女的处理掉啊！是啊，这件事必须要尽快解决，可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了，不然咱们二房就要被骂得狗血淋头了。哼，那可是个活生生的人呢，你们怎么说的这么轻巧？还有，我爸已经知道了。什么？这下完了。那你现在处理好了没有啊？已经派人去谈判了，现在还没结果。不是，光谈判有个屁用啊！你不是掌握家族那么多暗脉吗？你请他吃2个枪子不就完了？老板，出来一下。哎呦，那女的有心脏疾病，现在需要尽快换心才能保命。但是她只有骨折，和我们有关系，那我们还救吗？既然是在程家车上出事的，肯定要救，不然会落人口实。他的背景资料调查清楚了吗？都在这儿了。他弟弟叫石玉洲，您认识他？原来他之前是雪翱国际特种部队的中校，这么辉煌的履历，怎么会突然退役给别人当保镖啊？现在无法确认退役内情的真假，但是有人说他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伤才离开，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父亲犯罪影响他的前途。有意思，我去会会这位石先生。石先生，我们又见面了。石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关于你姐姐车祸骨折，我们拟定了赔偿协议，有异议可以商量。我姐虽然有心脏病，可人毕竟是在你们车上复发的，这上面对心脏病只字不提，还有保密协议，我不能相信。这次我不能签，请回吧。既然石先生这么想弄清楚这件事，那先把我们这3天垫付的医疗费、住院费还了吧。一共是128598块5，现金还是转账？既然你那么缺钱，不如求我。程小姐，我只卖命，不卖骨头。你的骨头在 ICU 一天能值4万。钱我一定会还给你。我等得起，恐怕你姐姐等不起啊。就不劳烦陈小姐费心了，请回吧。这人可真是硬骨头，咱们给他那么多赔偿，嘿，他倒好，一点都不灵气啊。不急，要是高飞醒了乱说的话，那咱们不就变得很被动了？3天一到，立刻让医院催石玉洲下笔费用。既然他软的不吃，那就别怪我来硬的。老板，你怎么对石玉洲这么执着啊？高飞是他姐姐，我需要贴身保镖，他长得那么帅，必须是我的囊中之物。对了，老板，那个记者招了。他背后的人是谁？是陆金凯。我想了100种可能，没想到背后插我刀子的，竟然是我未来的小叔子。现在对家主不利的消息已经尽数撤回，但是当时怎么也是中位热搜，还是有不少人看到。现在的人只会记住更新奇劲爆的事儿。你派人把后面的热搜往前推，猛炒热榜前面的几条。哎，帮我约一下陆金阳。既然他弟弟阴我，那我也应该告诉他一声。他们现在不在国内，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陆金阳一回来就告诉我。好。
食欲粥。我现在可有的是时间等你，看咱俩谁最能忍。程小姐，今天冒昧前来，是想问一下，您当日提议我做保镖的建议是否还生效？你确实很冒昧，没预约不让进，打不通我电话就越过层层安保进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希望您谅解。石保镖身手确实不错。带这个来应聘，是为了威胁雇主你杀过多少人吗？不坐下聊。石先生离我这么远，怕不是真心想要这份工作吧？程小姐，你还没有回答我，您那份邀约是不是还有效？500万1年，24小时贴身保护，5年合同，每年涨薪10%，5年内我可以辞退你，但你不能主动辞职。不是1000万吗？石先生，距离你拒绝我已经过去140个小时了，而且当初你也说了，你不值这个价。为什么是5年？我为什么不能辞职？我不想频繁换人，5年是我对你的考核期。等我坐上家主之位，我的危险系数应该能下降很多。我得想想。你可以慢慢想，但你姐姐没那么多时间。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姐的事儿能用那几个钱解决吧？刚刚医院告知我，你姐需要换心保命。你现在被孙家辞退，整个魔都谁敢用你？只有我能救你姐。不过，条件是是什么？你归我。程小姐，我记得你是有未婚夫的。我跟他只不过是未来的利益共同体，说不准他现在跟哪个女人在床上。想好了吗？如果你没能救活我姐，没有我程以生办不成的事儿。同样的，我想救的人，阎王也抢不走。好，我一定护你周全。你干什么？我要的是这个。你能不能换个别的？这个徽章果然对他很重要。不行，这是抵押物，我怕你跑路。老板，公馆来消息，晚上7点接风宴。你的第一个小考验来了。这程俊达可是麻城理工的高材生啊，现在回国肯定是来争程家掌舵人的位置。豪门里要看出身，大少爷是嫡出，又在程老爷身边历练，我感觉胜算更大。可大少爷无欲无求，这程君远又是个蠢的，倒是程以生啊，精明能干，可惜啊，托生成了女人，真是可惜。程小姐，刚才一番高谈阔论，真是让小女佩服。可惜你不生在程家，只能背后嚼舌根了。伊丽莎白2世都能从父亲手中接过权杖，我为什么不能当家主？程小姐，我们就是喝多了，随口一说，您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们吧。既然喝多了，就别在这待了。是你们自己走，还是我找人把你们弄出去？走走走。哼，雕虫小技。你裙子脏了，跟我去休息室。你做事都有 play B 吗？不止 B，
还有 C 和 D。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不能一条路上走到黑，不然只有无尽的黑暗。所以你不是今天才知道我姐要换心脏的事情，而是一开始就知道，是不是？原来你绕这么大一圈，就是想问这个呀？没错。你故意设陷阱让我跳下去。跳下去对你有什么损失吗？石玉州，从我邀请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对你志在必得。过来帮我一下。愣着干嘛？来帮我拉拉链。好了。耳朵怎么红了？有点热。是吗？要不脱衣服凉快一下？我不用。石玉州，你在紧张什么呢？我没有。换好衣服我们就走吧。好像你弟弟比你诚实点儿。孩子们好久没这么骑了，真是难得呀！爸，这酒是我特意从国外给你带来的，您尝尝。这成家以后可是要靠你们撑下去。阿达，如今你回来了，要多多向你大哥学习，让我省点心。好，爸。现在程君达回来，一定是为了争掌舵人的位置。说了这么多，他的确没把我考虑进掌舵人的候选名单里。你们快看这个新闻！不是吧？我看看，这么劲爆吗？你看这背影怎么这么像四少啊？四少，当红顶流男明星出柜顶级豪门贵公子，热搜里还有2个人的热吻视频，这怎么可能是四弟呢？脸虽然有些模糊，但轮廓十分像，十有八九就是的。我也觉得是，对，看起来就是。四弟，我说这人怎么跟你这么像啊？是他做的。程君达，明早到书房来。知道了。程一生，是不是你干的？四弟，你这是干什么？你还装？四少爷，你弄疼他了。你谁呀？我是他的保镖。我干什么？有你狗叫的份儿？他是你姐姐，说话客气点儿。阿达，生生啊，你弟弟喝醉了，刚才的事你别往心里去。哪能啊？我看他不光是喝醉了，火气还有点大。你还是多给他煲点去火汤吧。你阿达，妈，程医生一直掌管家里的暗脉，这么恶心的事儿，肯定是他干的。我们现在就算是怀疑，也拿不出证据啊。你别生气了，如果真的是程以生做的，今天晚上可不好受啊。什么意思？老板，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你发烧了？老板，你是不是过敏了？可今天的饭菜里没有花生啊。虽然没有花生制品，
但也不妨碍有人将花生混淆到菜里。我们现在立刻去医院。好。阿宇，你去准备明天飞泰国的资料和文件，愿他陪我去就行。好，那我现在打电话给唐医生。为什么不去和睦医院？和睦是程家的，或许会有眼线。哎呀，你放开我！真的很痒。你指甲太长，容易划伤自己。你不介意的话，我帮你轻轻挠挠吧。帮我拿下后背。你现在又发烧又过敏，还要出差吗？心疼我啊？那就乖乖帮我挠脖子。好香。石宇宙，想亲吗？不。从我身上下去。我只想分散一下注意力，不想那么痒而已。你在想什么？ Physical, spin your body around, you know the way I like. 程医生，你玩上瘾了是吧？练这么好还不摸，那多浪费啊！这样吧，我给你加班费。下去。哼。阿宇，那件事查得怎么样了？老板，跟您猜的一样，泰兰那边什么都没丢，唯独账本没了。偷账本的人抓到没？抓到了，是孟俊辉的人，但是那个人身上没有账本，您要怎么处置他？剁碎，喂狗。账本这么重要的东西丢了，肯定是出了奸细。告诉帮里的兄弟，我明天就去泰兰处理。好。程小姐，唐医生有事先走了，这瓶药明天吃，这罐药等你输完液后涂。别等了，现在就帮我涂。涂药膏又不是过家家，是要脱衣服的，你自己涂。涂哪里？涂好了。怎么了？想舔啊？程小姐，我和你是雇主和保镖的关系，虽然你和陆先生没有什么感情，但请你不要做一些出轨的行为。好吧。恕我多一句嘴，你弟弟的热搜是你安排的吧？我记得他好像没有得罪你呢。我这个弟弟可不像我二哥，他上进没黑料。我爸想等他毕业一回国，就给他安排一门好亲事。可是你做这些和今晚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吧？若是让他跟背景强大的门户联姻，以后再想把他拉下来，可就难了。走一步算一万步，你不累吗？你在关心我啊？程家表面是一池静水，实则暗潮汹涌。你没有出生在我这样的家庭，是不会明白的。可是您的发烧和过敏还没有好，明天还有出差，这身体能吃得消吗？我可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放心吧。要是再不处理偷账本的叛徒，我可就无缘坐上家主之位了。方里果然出了奸细，程君逸，我还真没想到你会舍下老脸，用美男计骗人给你做事。老板，还有20分钟到机场。
塔纳瓦特的档期约好了吗？还在沟通。听说你想找我，想必你弟弟背后阴我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小孩子玩呢，不知道出事的是程家。你别担心，我已经处理好了。谢了。我们以后是夫妻，不用说谢谢。人家未来夫妻聊天，我在意什么？吃醋了？保镖的工作内容不包括听电话和吃醋。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不是出差吗？怎么送我这个？收下吧，到麦城有大用。哟，程小姐还挺有诚意啊，这第一次过来，还带见面礼呢。少废话，我的人准备什么时候放？放人很简单啊，只要你们把最新的货给到我，然后再把我的人毫发无伤的送过来，不就行？哼，货我可以给你，但你的人偷偷混进我的地盘偷账本，已经被我的手下剁碎胃口了。你私自处理我的人，未经过我的允许，你也太不把我放在脸上了吗？哎，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何必伤了和气呢？这样，我们玩个游戏吧。要是你赢了，他归你；要是你输了，就把我的人放了。怎么样？这女人又在捣鼓什么鬼主意？玩什么？孟先生，就这么玩不起啊？把枪给我放下，我丢不起这个人。哼，孟先生，既然要玩，就玩刺激点儿。一人一枪，看看是你命硬，还是我的运气好？好，开始吧。开始吧。这枪里只有4枚子弹，还有最后的2回合。你他妈的！我怎么你输了，我的人呢？把人给他！老板，程小姐，人我已经给你了，我的货什么时候给呢？明天。既然如此，那就不送3位了。账本去哪儿了？
老板，我真的没有拿账本，我对你是忠心耿耿的。哼，忠心耿耿，谁能挖出你的心看看？老板，账本真的是孟俊辉他们的人偷的，是我的疏忽让他们钻了空，是我该死。偷账本的已经被阿宇解决了，可他身上根本没有账本，所以他只不过是孟俊辉为了掩饰你偷账本的替死鬼。你们这招移花接木还真是差点把我骗了。老板，我没有背叛你。是吗？账本现在已经在我大哥手里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还真当我没查过你们。你以为你很了解程君逸，以为帮他干成这件事你就能嫁进程家？程君逸跟孟俊辉交易，你们是一伙人，为什么你出事后孟俊辉的人敢抓你？难道不是过河拆桥？我言尽于此，既然你一心求死，那我成全你。是程俊逸，账本确实已经在他手里了。我待你不薄，为什么背叛我？我也是被他们的谎话给欺骗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好好珍惜这一天吧，因为你以后的日子都会生不如死。不要，求求你！这是领带，不是狗绳。生气了？没有。你听到了吧？背叛我的人都没好下场。我没资格背叛。但愿你一直都没有。去哪儿？天台，我要跳楼。你真信啊？我累了一天了，要休息。陪陪我好吗？被信任的人欺骗，肯定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我理解你。我第一次被欺骗，在我9岁儿童节那天，说好一起去迪士尼，父亲却把我骗到地下看黑拳，他们打得血肉模糊，我被吓得缩在角落，哭着求他带我回家。可他就一脚把我踢开了，说我软弱，不配当他的孩子。明明就不想把家主的位置给我，为什么还要让我从小到大承受这一切？既然这样，放下一切离开不好吗？程家只谈利益不谈感情，无论谁做这个家主，其他人都逃不开被赶尽杀绝的命运。所以我必须要争下去。之前在宴会上听说你哥哥无欲无求，可他为什么要派人来偷你的账本？每个人都有人设，更何况豪门里的人。父亲最厌恶对他位置有觊觎之心的人，他身为长子，离家主的位置最近，为了不让父亲怀疑，也只能立这样的人设。他干这种事儿，也不过是为了在父亲面前摆我一道，好拿走我执掌的暗脉。所以你早就知道。
如果不是我派人提早在这里布控，我一定栽在程君逸手里了。哼，可惜他布局了这么久，还是棋差一招。你就不能好好做人？这哪有你舒服啊？Make you believe what you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is it me that you see every time? No time to say goodbye. 老板，好险，差点玩脱了。老板，明天那批货真的要给孟俊辉吗？生意场上各凭本事，既然那批货没有编号，那就把残次品给他。好。老板，塔纳瓦特的空档期已经约好了，就在明天下午。我知道了，你明天把程君逸这几年干的好事汇总出来，我回国时候要用。是。发什么呆呢？走，陪我出去逛街。这西装是给你未婚夫买的吧？吃醋了？给你买的，明天就穿给我看。我只是个保镖，穿不起这么好的衣服。哼，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谁保镖这么矫情？我改主意了，现在就穿给我看。喝吗？石医生，你是不是中枪了？擦伤而已。救人之心不可不容人，他明明可以被打中，为什么？你怎么样？你有没有被伤到？你明明可以推开我躲过的，为什么这么做？我承诺过，我会护你周全。我承诺过，我会护你周全。你这么做，是为了保你 ICU 里的姐姐，还是我？违背下意识推开他的行为，难道我对他真的有别的心思？从你出差到现在，要命的事情一件都没断过。既然你父亲不想让你接受家主之位，为什么还要让你经历这些？只有铺好了路，他的儿子才能安稳坐在家主的位置上。至于为什么是我经手，可能是天生命比他们贱吧。不过正因为这样，我的命也要比他们的硬。迷人又危险，真正的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好，老板。
还好你没事，老板，他们已经被剿灭了。是孟静辉的人吧？是。既然他不想活了，那我就帮他一把。你现在去找个医。找什么？没事，你回去吧。哎，怎么不让找医生？我们现在还在麦城，万一让他们发现有人受伤了，再出事怎么办？那你的伤？擦伤而已，我自己处理就好。明天还有谈判，西装一定要记得穿上。老板，塔纳瓦特指定要见陆总，您既然来之前和陆总通了电话，怎么没让他来啊？谁说陆总没来？这不是来了吗？你让我换上西装，是假扮你未婚夫？塔纳瓦特虽然没见过陆总，但是为人多疑，这能行吗？既然你让我假冒陆金阳，我需要怎么做？随机应变。对了，老板，国内有风声。老板，国内相关部门要着手调查程家暗产了。程家树大招风，被调查是迟早的事儿。暗场不能见光。如果我想坐在程家家主位置上，那程家的钱必须是干净的。泰兰这边的暗产是程家在东南亚中最大的一处，您打算怎么办？眼下不就是把这烫手山芋送出去的好时机吗？塔纳瓦特先生，下午好。塔纳瓦特先生，下午好。陆先生和程小姐果然熟识。陆先生会打台球吗？塔纳瓦特先生，我陪你打吧。不知道他会不会打球，可因为这个暴露了。我不和女人打球。那我就陪塔纳瓦特先生玩这一局。请。塔纳瓦特先生，我们先谈谈生意。程小姐，你之前说过能帮我登上泰兰政坛，情况属实吗？阿阳母族在泰兰的势力，想必你也听说过。说的还挺像。你想参选什么职务？警察局局长。泰兰的警察局长可不由选举产生。你的意思是，那我是混不了政坛了？不，我只是觉得曼城市长更适合你。真的？不过这肥肉也不是白给的。我的附加条件就是要你在非国所有的炼油厂。程小姐，你知道我是费了多少人力和物力才把那些炼油厂建成的吗？我不会让你吃亏的。除了市长的位置，我还会将程家在泰兰的独一家暗产送上贵府。你意下如何？程小姐，你不是在说笑吧？我知道你很犹豫，但我只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过时不候。
看他的反应，你们家的暗产的含金量似乎比他们家的炼油厂更高。虽然出水来钱速度要比炼油厂快，但架不住这些东西很暴利，他没办法不心动。又送市长，又送暗产，结果只是为了他们家的非国的炼油厂。这是赔本的买卖，为什么要便宜呢？既然程家早晚要因为暗产遭殃，我何不直接用这次机会把暗产置换，来个偷天换日？你猜？干嘛呀？看你紧张的，我只是回来的路上点了牛排，拉你进来是想让你一起吃，想哪儿去了？我不饿。不是说不饿吗？又饿了还不行吗？看我干什么？好看。什么？In the dark, with no light to save me. In the dark, I lost my way. 好看吗？ Spirits are slow. 你心跳已经告诉我了。你是不是一直都想睡我？才感觉到。你就是这么对你老板的？没想到平时这么木讷的保镖还能玩得这么好。石玉洲，你干什么？在你没有和你未婚夫解除婚约之前，不要来勾引我。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想做小三。石玉洲，真不禁抖。老板，塔纳瓦特说明天要再和你聊聊。哼，他果然放不下这块肥肉。告诉他，我同意了。赌场赏画，他还真想得出来。他特别强调带陆总一起欣赏，我感觉像鸿门宴。的确是场鸿门宴。既然他都备好菜了，我也该赏个脸。阿宇，你去安排回国的事吧。赝品的油彩味儿，真是隔3米都能熏死人。程小姐的鉴赏能力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陆先生，你这个护花使者的角色是不是演得过于入迷了？假亦真实，真亦假。可白纸黑字的合同做不了假。你难道就不想尝尝和我合作的甜头？程小姐还真是爱一针见血，但赝品始终是赝品。虽然你给我带来了合同，并且承诺我可以登上市长的宝座，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听到真正的陆先生给我一句准话。太难了，虽然之前跟他提过一嘴这事，他没点头也没反对，但万一他改口歇了这场局，我的苦心经营不是废了？哎，陆先生，阿生，好久不见。阿阳，
能约到陆先生，真是我的荣幸啊！刚刚您可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这个合同，阿生就能代表我。昨天我还以为是因为陆先生工作繁忙，只能替身来谈业务。既然陆先生这样说了，那我就放心了。替身？这死胖子真多嘴。既然合作已经敲定了，你吃了我们那么多好处，那还有一个条件你要履行。程小姐，但说无妨。麦城孟俊辉的帮派向来与你井水不犯河水，昨晚他手下的子弹都飞到我脑子上来了。其背后究竟是与太城帮不和，还是看不惯你当这个市长？好个济公师，这个未婚妻真有点意思。那帮杂碎竟然敢对程小姐下手，我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怎么是给我交代呢？是给曼城群众安全的一个交代吗？一定一定。程小姐，合作愉快。我还有事要会见宾客，那就先走了。三位慢慢聊。阿正，解释一下吧。阿阳，这位是我的新任贴身保镖石玉洲。我知道你工作忙，让他替代你是想尽快谈好合作。是吗？真不愧是陆家长子，压迫感还真强啊。程小姐也是为了陆先生才出此下策，希望您不要误解程小姐。想必我的未婚妻也不会和一个为了钱卖命的穷保镖出轨到一起。我过段时间回国，届时咱们就可以敲定订婚的日子了。退婚的事儿还是搬到程俊义再说。好啊，那你先放开我，我好痛。我还没用力呢，看来你被这个保镖保护得很好，连这么小的力都受不了了。抱歉，陆先生，虽然您是程小姐的未婚夫，但我是她的保镖，我不能让她受到一点伤害或者疼痛。你说的不错，这是给你的赏金。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还要你好好保护我的未婚妻。这是我的职责。阿生，国外还有会议等我，咱们过几天见。他这种公子哥最爱用钱作贱人，不收白不收，别往心里去。今天先好好休息，明天回国。是。去查一下程以生身边那个叫石玉洲的贴身保镖。阿阳，昨天我还以为陆先生公务太忙，只能用替身谈业务，心里还是有些顾虑。明知道自己是替身，明知道那声爱称不属于自己，为什么还会难受？你守在门口，别让任何人进来。是。新来的，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大少爷，知道是我，还不让我进？大少爷，请稍等，程小姐正在和家主谈事，请稍等一会儿。要是我偏不，你可以试试。三妹可算舍得露面了。大哥好兴致，这么晚还不睡觉，为了我手里的暗脉，他真是一刻都等不了了。阿义来了，别站在外面了，一起进来。三妹的心狗，牙口倒是比老的利。辛苦了。
小心为上。放心。这是什么？泰兰那边的账本被偷了，我听说这件事之后，赶紧拜托那边的朋友帮忙连夜追回来的。三妹也太不小心了，万一咱们家的账本落到了别人的手里，那咱们在东南亚的生意可就……阿生，你整日在外周旋，出了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吗？他怎么这么淡定？大家都说大哥从来不关心身外之物，没想到这次的消息却这么灵通。你的那位朋友是孟俊辉吗？三妹这是什么意思啊？阿生，账本的事儿，先解释一下。三妹，你这是干什么？这账本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爸，这是历年来账本的扫描版，纸质版的我每半个月都会整理送到成家银行您的保险柜里。你做的不错。对了，这里面除了账本，还有我和联合大哥一起偷账本的人证的对话和视频。你说什么？程君逸，既然你选择对我下手，那就别怪我送你上路。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爸，我这么多年没有丝毫僭越，一直规规矩矩帮你办事，你要相信我呀。是吗？可我这里面怎么有大哥联合二叔与其他家族合纵连横，挖取程家资源的证据？大哥，你要怎么解释呢？当年为了家主之位，你二叔是怎么对我的？你是一清二楚。你妈为了我挡枪死了，怎么就留下了你这样的孽障？你既然知道他是为你死的，那你就应该把家主之位传给我。凭什么我只能给你打杂，而她一个庶女就能执掌暗脉？原以为你和你妈一样与世无争，能理解我，你太让我失望了。既然你喜欢和你二叔搞在一起，那就去做你二叔的儿子。你怎么能让我做废物的儿子？你不能这么对我！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若是不争，这家主之位迟早是你的。哼！程一生，我杀了你！又是你！你现在已经不是程家大少爷，没有资格进三小姐的身。谢谢你给我机会，废物！你喝的太多了。扳倒了程君逸，我路上的阻碍没一个，我高兴。空腹喝酒不好，你先吃点东西吧。可我想吃点别的。干什么？够了。这就够了。石玉洲，做吗？你为什么不找陆金良？他不是你未婚夫吗？难道这种事情也要让我来做替身吗？你闻没闻到一股很浓的醋味？是，我的确吃醋了。为什么这种事情也要让我做他的替身？为什么你做不到取消联姻还要引诱我？我是男保镖，不是男菩萨。还有，我不想做你们之间的第三者。如果不喜欢我，就别来引诱我。爱，我究竟有没有爱上他？我承诺过，我会护你周全。我喜欢你。我没有在逼你，我只是……石玉洲，我是认真的。真的？或许，在之前的某个瞬间，我就已经喜欢你了，只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直到你刚才问我，我才正视自己的内心。所有人只会利用我，可你却会不要命的保护我，信任我。信任你，保护你，
是因为我是你的保镖，拿钱办事。如果你只是因为这个喜欢我的话，我拒绝。不，其实是因为你会关心我。程家从没有真正的感情，是你让我知道被真正的关心是什么感觉。我喜欢你，更离不开你。陈一笑，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爱你一辈子。你要是敢骗我，你就死定了。等陆金阳回来，我就跟他退婚，我们是商业联姻，没有感情，他一定会同意的。喂，老板，黑市那边有消息了，找到适配石膏飞的心脏了。是2个吗？只有1个，老板，找到1个已经很不容易，而且何木那边说他的病情不能再拖下去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你亲自对接，务必保证万无一失。好的，明白。手术时间就安排在明天，你们能赶过来吗？可以。我姐可以换心脏了。我原来想找2颗心脏，确保手术万无一失，但现在等不了了。没关系，谢谢。不必，等手术成功，再谢也不迟。姐，等你这次做完手术，我们就一起好好生活，好不好？原来再锋利的刀，也会在触及软肋时卷刃。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我，估计程家人早在狂欢了吧。阿宇怎么还没把心脏送到？老板，怎么搞这么狼狈啊？老板，到外面说。你快点说。那颗心脏在魔都机场被人抢走了。你说什么？心脏呢？我姐的心脏呢？我刚从机场开车出来，想着抄小路能快些，可还没开出2公里，5辆黑色 SUV 把我们堵在中间。对不起，老板，是我的失误，我应该更谨慎的。阿玉，看清楚是谁了吗？那些人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戴着黑色头套，根本看不清长相。但是，领头那辆车，说。领头那辆车后座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好像是陆金阳的助理谭乃文。谭乃文？对，那人的身形轮廓和谭乃文很相似，但是我不敢100%确定。你干什么？我不想连累你，我去找他。程匹夫这么救不了你姐。那你说怎么办？我等陆金阳把心脏捏碎了喂狗。要去也是我去，如果真是陆金阳捣的鬼，那这场精心策划的抢夺，明显是冲着我来的。你和你姐，不过是被卷入这场纷争的无辜者，成了他手里威胁我的筹码。你在这守好你姐，剩下的交给我。可是，放心，我一定会带着心脏回来，你姐一定能重获新生。阿宇，跟我走。是。程小姐，有什么事吗？陆金阳在哪？阿胜，你一定要平安回来。陈上将，玉州啊，你姐姐现在身体怎么样了？现在部队急需人才，你要是能回来的话，部队能给你晋升为上校。抱歉，陈上将，我姐姐现在急需换心保命，所以换心？啊，没关系，玉州，你姐姐性命重要。要是想回雪翱，部队大门随时为你打开。谢谢上将。老板，我忘记加油了，我这就处理。关键时候掉链子。你老板真帅啊！
陆金阳，从医院过来，开车至少半个小时。他10分钟前才挂我电话，真是个疯子。阿生这么着急见我，连命都不要了。心脏是不是你受人劫走的？什么心脏？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直说。你向来只做只赚不赔的买卖，现在却花800万美金买一颗心脏，我真的很好奇这玩意儿究竟能藏多大的利益，能让你违背自己的原则。他在程家的车上出事，要是死了，程家脱不了干系。摆平媒体，买通医院，哪个方案不比800万美金更划算？有这么多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却都没用，还是说保镖的心结攥在手里，才能让那小子死心塌地，为了一个保镖命都不要？我都嫉妒了。哼，这颗心脏关乎人命，只要你把它给他，想要什么尽管开口。要什么都可以。那我要你呢？你身边不是还有一个大提琴音乐家女伴吗？我是你的未婚夫，我有别的女人，你就一点不生气？哼，我们是商业联姻，在外办恩爱是给家族面子，关起门来还要演情深意重。陈以生，你现在把自己摘得干净，商业联姻可没规定不能履行夫妻义务。我们没结婚，哪来的夫妻义务？那颗心脏的保存时间有限，再拖下去，石膏飞必死无疑。不能换个条件吗？不行，我可没说过我们是假结婚。既要结婚，又要其他女人搞，这个贱男人！不行，我怕疼。现在怕疼，到时候生孩子怎么办？那你先找人把心脏交给阿宇。乃文，亲自把心脏交给赵成宇。是。现在满意了？当然。这下怎么办？难道我真要跟他？你手机响了。不用管。去接嘛，我可不想一会儿被打扰。等你接了电话，我就勒晕你。奶奶摔倒了，我立刻赶回去。乃文，备车！我得回趟老宅，乃文待会儿亲自送你回去。你不在的每一分钟，都像有人攥着我的心往冰水里面拖。我这不是回来了吗？阿生，你别吓我，你醒醒！你可算是醒了。我怎么了？医生说你太劳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你姐姐的手术怎么样了？医生说，姐姐的心脏有排异反应，需要住进 ICU 里观察。要是我亲自盯着心脏到医院，也许就不会这样了。不是你的错。哎，对，一会儿小雨去买东西回来，你要多吃一点补充能量。那你得喂我才行。我喂你一辈子都行。石玉正，我有点想亲你怎么办？那就亲啊。石玉正，你是不是亲过很多人啊？我就亲过你一个，还要亲吗？我才不要。对了，那个陆金阳不是你未婚夫吗？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得罪你的事？只是征服欲而已。我原以为这婚定的容易，退也简单，没想到他不仅想用和我的婚约关系与程家共谋利益，又在外面搞别的女人。姐姐心脏的事情，就是陆金阳给你和我的一个下马威。现在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婚一定要在你安全有利的情况下退，别因为我损害自己的安全。从小到大，
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种话。石玉洲，能遇到你，我真的好幸福。阿胜，我在你身边，我永远不会背叛你。哎，老板，这是营养餐。哎，对了，老板，家里让您后天回家。后天？我怎么没想起来后天是什么日子啊？是三太太的生日夜，同时呢，也是三少爷投资的综艺的首播，恐怕这不是简单的庆生。程君达不是混娱乐圈的料，一定是郑玉琴在背后暗中帮他。看来他们还是在盯着家主的位置。既然扳倒了大哥，那扳倒四弟的事儿也该提上日程。你又有计划了？四少爷第一次主导综艺宣传图，一发布就在网络上瞬间爆火，真是年少有为，真不愧是麻省理工高材生啊！太厉害了！郭导，您说笑了，真是没想到，要不是您指点一二，绝地求生首播热度也不会这么高。来，谦虚。四弟，一起祝贺他。听说你这个综艺是一边录一边播的。三姐消息真灵通啊！这么做的话，真是没想到，资金周转速度会更快。君达，这一次做的不错。阿达呀，你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一定要多回公馆向你父亲请教，知道吗？多上心啊！之前把程家的脸丢光了，偏他们还记不住，一个两个的都来捧臭脚，一档破综艺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你看看人家的孩子，让自己的妈多风光，再看看你，天天在公司，也不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不急，好戏马上开场。哎呦，这四少爷是不是和互联网犯冲了？怎么每次都是喜事丧吧？出过顶流的公子哥，搞出来节目演员也出轨，这很合理啊。你怎么做事的？愣着干嘛？赶紧让人去把画面关掉。爸，我马上去处理。让你们出风头，活该。把塌房 C 位踢掉，马上发布澄清公告。四总，这是咱们综艺主推，现在黑红也是红，节目的受众都是女粉，你觉得他们会捧一个出轨男大宝吗？赶紧踢！真是厉害呀！你竟然这么快就逆转了！可说呢，是热搜断头第一，流量翻了10倍不止呢！真是厉害！程总，手腕可真厉我害，父无犬子啊！装好事，四少林为主啊，简直和您年轻时一模一样。哎呀，过奖过奖，是孩子自己努力啊！三太，君达年纪轻轻就手腕了得，眼下家主之位空缺，怕是很快呀，我们就要改叫君达家主了。您这话呀说得早了点儿，君达还年轻，还得多多历练。就是有些人啊，总盼着别人摔跟头，可要是自己呀站不起来，这可连摔跟头的机会啊都没有。我真是低估了程君达的公关团队，没想到真让他因为上次的事情吸取了教训。我们之间的合作就说好了，没问题。怎么三姐和二妈在这里合清醒？哎，你们今天你和三妈才是主角，我们怎么能抢风头？要不要入股呀？是吗？我以为只要有三姐在的地方，三姐就是主角儿。什么事儿？四总，现在热搜前20全是咱们的节目，是吗？到时候我会给你们加工资，继续干吧。你没看热搜吗？里面，四总。综艺的30个男艺人全部塌房，现在闹市粉丝已经去电视台抗议了。难道程君达还有其他对家？诸位，请自便啊，我们先失陪了。到门口盯着程以生和他的保镖。三姐，阿宇呢？阿宇今天下午去外地了，需要让他给你发定位吗？是吗？那这铺天盖地的黑料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四弟这话说的真让人心寒，姐姐疼你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背后给你使绊子呢？你，哼，程君达，连艺人背景你都调查不清，知道丢人现眼，你还有脸怀疑自己家人？现在外面都在看程家的笑话。程君达，
你这个烂摊子，我不会出1分钱帮你收拾，你自己看着办。哼！妹妹这生日宴办的还真是风光啊！哼！你做的？我向你保证过，会完成任务。没想到石保镖还有这种本事啊！看来以后阿宇的工作轻松多了。你父亲没怀疑你吧？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他才懒得追究。程家人争权夺利的事儿，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只择优选家主这种小把戏，他才不放在眼里。可是明眼人都知道，你才是最优秀、最合适程家家主位置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养金枪鱼一定要再养条鲶鱼吗？因为只有鲶鱼的威胁，金枪鱼才会拼命游，这样才会养得肥。很不幸，我在父亲眼里的角色只不过是那条鲶鱼而已。放心，所有的痕迹都消除了，没人会抓住把柄。回我别墅，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少爷，郑雨晴庆生宴大乱，您猜的没错，又是程小姐搞的鬼。看来我这个未婚妻要把程家所有的男嫡都清扫了才满意。可是少爷，我们的人看到那个保镖和程小姐共乘1辆车走了。你现在去让乃文下一封请柬给程君达。是。程医生，既然你不乖，那我就让你吃点苦头。他在耍什么花招？程君达的事情你办得很好，我要奖励你。你要奖励我什么？等我。你手里拿的什么？奖励你的礼物。真把我当狗啊！这是专属于你的勋章，只给最听话、最能干的我的男人。别这样。哪样？你知不知道，咬男人的喉结后果很严重的？有多严重？不然你现在就告诉我。从这边咬我喉结。不给我咬，你想给谁咬啊？你的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是我的专属领地。你在怕我？你一个特种部队的中校，连子弹都不怕，为什么会怕我？子弹躲得了，你的眼睛躲不了。你是能忍，还是根本不行啊？你现在名义上还是陆金阳的未婚妻，他颇有手段，我不想你因为我陷入险境。我希望我们的关系可以见光之后再做。那亲一个。请人去找最好的营养师照顾奶奶。是少爷，请柬昨天晚上已经送到了，他今天真的会来吗？医生让他办那么大的跟头，程家不肯帮他，我向他伸出的橄榄枝，他不可能不接。你真的要给我填综艺的亏损？我是你姐的未婚夫，
我还能阴你？不过这个忙也不是白帮的。先说你的条件吧。城郊那块有一个度假村的项目，你我联手投资，一旦度假村建成，那可是1本万利。我知道你留学回来是想当家主，眼下可是你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啊。陆少爷和我姐是一样出了名的精明算计，有这好事你们不干，还轮得到我？这件事干成以后，你就能压住你姐的风头，还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坦白讲，我这次要的可不是利益，我只是要被打压后，你姐姐能甘愿到我这儿来。陆氏的纯利润1分钟是100万，程少爷你考虑了10秒，那得损失多少？行，我答应你。不过1000万，够收拾你综艺这个烂摊子了吧？想必下次再见的话，应该是和姐夫的庆功宴上。蠢货，程以生和程家，我都吃定。一大清早就不老实啊！我要是不老实，昨天晚上就把你办了。年纪轻轻，你怎么满嘴荤话？妈，大清早的什么事儿啊？好，我一会儿回去。怎么了？石玉哲，我非得好好调教调教你。送我回家。阿姨突然叫你回来，没有跟你说缘由吗？她每次叫我回来，不是叫我给程君远擦屁股，就是要我分项目出去，能有什么好事？爸，谢谢您能支持我。要不是看你这次这个账能平这么快，我才懒得帮你呢。如果你再出岔子，你就和你妈搬出公馆。爸，您放心，这次我绝对会打一个漂亮的仗，给您争光。他哪来的钱？估计郑玉琴的私房钱吧。哼，我爸对他儿子可真是不计前嫌。你下去等我。妈，您突然找我，听说你和陆金阳出事了。他是知道什么了？怎么了？你还问我怎么了？郑玉琪那个贱人一大早就跑来跟我炫耀，说程君达已经拿到和陆金阳的一手合作了。妈，我跟陆金阳又没结婚，他和谁合作跟我没关系啊。怎么就没有关系？你们可是有婚约的。就算你不想跟他合作，就不能帮你哥争取一个？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榆木脑袋的孩子，还要白白受你的奚落？既然我哥头脑灵光，那你让他去嫁陆金阳吧。我才不想嫁给一个逼我提前履行夫妻义务的男人。这么好的机会给你，你都没把握住。既然你想把握这个机会，那你去嫁给他吧。我不光不要跟他合作，我还要跟他退婚。什么？你如果想跟程君远继续在公馆安安稳稳的住着，就少来插手我的事，不然我不敢保证你们会和程君义是一个下场。既然你不把我当做亲生女儿，那我们就止步于字面意义上的母女关系。看在血缘关系的份上，我可以无偿养你们，但如果你们不想也行，就等着被踢出公馆要饭吧。你刚才你们吵架了？算是断了一半亲子关系吧。以程家的实力，
我不相信他当年孕检的时候不知道我的性别。既然不喜欢女孩，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或许不是因为你母亲的原因，大家在程家这个斗兽场待得太久了，早就被消磨了一部分人性。是吗？那我还有人性吗？程医生，我相信你能把程家一切变好。那是必然。不过陆金阳跟程君达合作，我也比较意外，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要查一下吗？陆金阳是个老狐狸，做事滴水不漏，这件事还是先观察观察。之前你费了那么大劲才扳倒程君逸，现在程君达更不是你的对手，不要那么着急。我只是想不通，陆金阳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跟我联姻，不过就是想跟程家共谋利益，可为什么还要与以我为敌的程君达合作？别人的心思你怎么猜得准？况且你也说要先观察观察，一会儿去哪？阿阳，几天没见，来我这喝喝茶怎么样？好啊，去陆氏大厦。他又耍什么花招？管他什么招，见招拆招。阿生不想知道我和程君达合作的原因吗？你平白无故找我来，也不只是为了喝茶下棋吧？程君达和陆氏集团的合作，已经让程家家主的位置向他倾斜。你父亲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情况再这么下去，恐怕你之前做的一切都要前功尽弃了。程家的事儿还不劳陆少爷费心，棋局未定，谁知道鹿死谁手？阿生，你就非要靠自己搏一半赢的可能吗？你现在同意和我结婚，我可以让程君达瞬间翻车。既然说到婚事，我们退婚吧。只要陆氏一天不倒，程立坤一天不改口，这婚就永远没法退。石玉洲就永远只能做你的保镖。你就不怕我跟石玉洲什么都做了？哼，你以后一辈子只能绑在我的身边，你和他做了什么又何妨呢？他也只能天天看着我和你在公共场合亲密接触。你是真以为他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甘愿当牛头人啊？陆少的话可别说太满。我赢了。阿生，你是赢了，只不过这步棋赢得好险。确实是不险棋，但无论如何你都输了。阿生就非要和我作对，就为了那个保镖？是为了我自己。告辞。不送。贱人！让程君达继续往里掏钱，对，我要套死他。程医生，你就看着程家怎么落在我手里吧。你脸色不太好，陆金阳为难你了？陆金阳和程君达的合作肯定有诈，不然他也不会说他能让程君达翻车。你现在立刻和阿宇去调查程家的项目，再去和所有魔都知名的建筑行业公司探听。是，我通知阿宇立刻出发。陆金阳狡猾，我们的行动必须是绝密，而且要在工程结束之前把握十足的证据。
把陆金阳和程君达一起扳倒。是。老板，这些都是我查的资料，我按你们给我的信息，我都查了，都在这里面。你看，老板，所有证据都在这儿了。怎么这么多？陆金阳套现选择的是最复杂的建筑工程，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材料和证据。四少爷的投资基金全部来自于程家的名产，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呢套进了陆家的账户。如果事情曝光之后，四少爷就完了。要是程君达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会是什么表情呢？要把这些证据交给你父亲吗？不急，阿宇，你先去提前布控记者吧。忙了这么久，脸都憔悴了。那你等会儿给我补补就好了。没想到，石保镖还有口出狂言的一天啊！这个就当做补品的定金。真期待剪彩的那天，陈君达倒了之后，你一路上就再也没有敌人了。听说他们这个度假村四少爷第一次合作就是跟陆家，是啊，真是年少有为啊！完工了，程董，我看您都可以出如何教子的书了。嗨，虽说阿达之前也是屡战屡败，但做生意最看重的就是不服输的精神。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城南建材公司。孩子能成功啊，全靠自己的毅力。不错。那结束之后，咱们再。谢谢您能一直支持我。程家傻孩子，你爸不支持你，谁支持你呀？好。我跟我妈在公馆被奚落半年了，你不掌握家族暗脉吗？怎么不跟陆金阳合作，给他们一大耳巴子？由得他们现在风光吧，一会儿被双杀的时候，就没那么好看的笑脸了。你现在后不后悔？后悔什么？或许等会儿剪彩的时候，你的父亲就会宣布下一任家主。若是你当初就答应我，程君达早就已经消失在程家。是吗？没有人告诉陆先生不要半场开香槟吗？哎，欢迎各位莅临程家参加剪彩仪式。我宣布，陆郊度假中心正式竣工。恭喜恭喜！恭喜啊！太好了。等一下，一个洗黑钱的工程，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剪彩，难道陆家和程家连法律都不放在眼里？居然是黑钱！你们竟敢信口开河！你们有什么证据？是谁支持你们的？我们早就接到匿名人士们的联合举报，这里面可是有承包你们项目的工程公司的证言。混账！你竟敢用家里的资产洗黑钱！爸，我没有啊！你还敢！爸，他第一次接手家里的产业，他哪懂这些呀？他根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陈俊达，你涉嫌洗钱犯罪，跟我们走一趟吧。我没有，是陆金阳先说合作的。不是，
阿 Sir， 我儿子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没证据是不会来抓人的，带走。爸，爸救我啊！爸，儿子。爸，没事吧？你手段是不是太狠了些？您这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心想要做家主，也知道你背后使的那些手段。你扳倒程君逸我无所谓，但阿达做错了什么？你非得把他送进监狱吗？爸，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句话是您教我的。况且，阿达的事情也不是我一手造成的。让大家看笑话了。两个相像的人，最终只能留下一个。父亲，把程家家主的位置给我，您安享晚年吧。今日之事是我程家管家不严，程君达已经被带走了，相信法律会给出结果。其余的漏洞和错处，我们会在1个月之内给有关部门和社会一个合理的处置。没想到还是程雨生最后摆平程家的烂摊子。难道收拾了？程家要变天，女人当家主了？年少有为。呀，诸位手上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这事儿不光有程家的参与，还有陆家的助攻。我跟陆家大先生有婚约在身，为了避嫌，我决定现在宣布，与陆京阳先生取消婚约。啊？什么？他居然让我取消婚约？这是为什么呀？你说什么呢？爸，陆京阳暗中多次制造意外，让资金链断开，其目的就是为了套牢程君达手中的大量资金，让程家不断亏损。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以联姻为跳板，借助与程君达的合作，侵吞程家。如果真如他所说，刚才阿 Sir 已经把我扣走了，我现在还在这里证明我所做之事没有问题。就算如此，你和阿达的合作也是你唆使的，爸，退亲的事情还需要您决定。我宣布，程医生和陆京阳的婚约取消。不行了，这快送去医院！程家董事长突然昏厥，后续如何，请看追踪报道。我们也走吧。你好大的手笔！你知不知道我做的这些，就是为了能让你坐上家主的位置？哼，你做这些只不过是为了吞并程家，壮大陆家。程家被吞并之后仍是豪门，如果你嫁给我，就不用再走一步算一步。我这是为你好。如果你真的是为他好，那你就应该什么事都替他着想，而不是算计他，做你的笼中雀。你有什么资格？少爷，陆氏股市巨震，你快回来吧！你做了这么多，终于和这个保镖在一起了，你很高兴吧？看来你还是不懂我。阿生，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我知道你一心想要做家主，也知道你背后使的那些手段。你扳倒程君逸我无所谓，但阿达做错什么了？你非得把他送进监狱？我是不是真的没人想？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你不做，那万劫不复的就是你。你说的对，只有这样，我的前路才是坦途。你快来和我，爸已经在手术了。我马上过去。我的病反反复复，已经把家里面的钱都花光了，风儿也已经被我拖累到休学。我无所谓，你就可怜可怜风儿，接她回家吧。程医生虽然很有手
但毕竟，难道真要把妻子接回来吗？阿生，你可算是来了。他是谁啊？爹进去前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这个人就过来了，死活不让我们进去。家主，让您进去。你现在很得意吧？就差我一句话，什么就都是你的了。我有什么好得意的？我想要的，始终都没得到。不就是家主之位吗？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装的？我想要的一直都是纯粹的亲情，可现在却每天和手足至亲勾心斗角，这难道不是悲剧吗？你从出生起就超越了几乎所有人拥有的一切，既然拥有一切，就该失去最珍视的东西。不过钱和权可以弥补所有遗憾，包括你说的什么感情。我现在病倒了，那些平日和程家不对付的人都在趁此机会设计扳倒程家。我早就听说国安局在调查程家的暗产，也是最近才知道你把泰兰的暗产都置换出去了。你做得很好。这算什么？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吗？现在只剩缅国那边一处暗产被当地的执政党给盯上了，你明天就过去一趟，把暗产给置换出去，免得引火烧身。是。程峰的母亲病重，相识一场，我不忍心让他忍受病痛折磨，你明白怎么做吗？明白。要不留痕迹。去吧。姐姐的病，劳烦您关心。不过，我现在的雇主要去缅国一趟，我这次保他平安回来之后，再考虑一下回雪瑶的事情。好，谢谢您担心我。进了窗，潮湿存在心上。要是一直能在阿生身边，我宁可什么都不要。告诉我要怎不要什么？没想到你也会主动上手啊！你之前不是说过要补偿我吗？现在婚也退了，我还矜持什么？我是不是中风了？当然，我的忠犬男友。阿生，走。你觉得我会拒绝你吗？明天你就要出国，你确定今晚要？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不过，过了今天晚上，我就彻底是你的主人了。那我今天晚上就要为主人尽心尽力。老板，罗正全请您今晚去他家里吃饭。他消息还真灵通啊！我前脚刚到，他后脚就请我。罗正全是谁？他是缅国2大家族之一的族长。之前呢，一直想和泰城帮做生意，直到老板把泰兰那边暗产送走之后呢，一直眼巴巴盯着缅国这边的暗产。看来今天的饭呢，不是白吃的。我之前在雪瑶工作的时候，这缅国就特别的乱，现在也不太平。他能担任族长，想必很难缠。再难缠也要斗一斗啊！这次任务十分危险，我们走一步，要算3步。你是之前雪瑶的中校石玉洲吧？罗先生，
他已经退出雪瑶了，现在是我的贴身保镖。阿生，坤哥身子骨还好吗？看来他还不知道国内的事。我爸腿脚不如从前，不爱折腾了。来，尝尝这个，这调酒师可是我从法国波尔多酒庄特意请来的哟。全叔这舌头果然是无人能及。爸，您不是说有事儿要和阿生商量吗？全叔不妨有事直说。我知道最近执政党对程家的暗产盯得紧，虽说太城帮实力强劲能守着，但毕竟你在国内定居，有什么突发事件也不好及时回应啊。看在咱们两家的交情，我可以帮你去和他们谈谈。全叔肯伸手帮是我程家的福气，只是平白无故受人恩惠，实在是于心不忍。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就是了。全叔啊，舍不得你被别人欺负，要是你能和修儿成为一家人，日后缅国风云再起，我们罗家也都是坚强的后盾啊。一家人，恐怕全叔是贵人多忘事儿。我已经和陆家订婚了。你们又没结婚，我们罗家不在乎这些虚的。好，这件事我还是得跟我爸商量。真的？全叔都说得这么真诚了，我再拒绝，岂不是显得我小家子气？不愧是坤哥的女儿，真是痛快。那全叔，我就先走了。阿生，我送你。老爷英明，若是程小姐能带着暗产嫁过来，那咱们岂不是彻底超过魏家，成为第一家族？魏家仗着祖上家底厚，一直瞧不起咱们。现在，只要程一生一嫁，我看那姓魏的还能不能直起腰来？阿生，怎么了？明天我们就去拍婚纱照，好不好？好。那你定好时间地点，记得告诉我。好。明天就拍婚纱照，你玩美人计啊？是啊，既然长了一副好皮囊，试试美人计也无妨。怎么突然停车啊？你真的要和他拍结婚照？你停车就是为了这个啊？对。没出息。怎么样算有出息？大晚上孤男寡女共处一车，你说干什么才有出息？这可是在外面。我当然知道。拍婚纱照带上我。你要当电灯泡吗？不被爱那个才算电灯泡。我有说过我爱你吗？我不管，反正你也不爱他。Finding ways to articulate the feeling I'm going through. I just can't say I don't love you. 吃醋啦？我不光要跟他拍婚纱照，还要跟魏家联姻。你以后不是有的是醋吃。你知道美人计跟什么计联合杀伤力最大吗？你想要离间罗家和谁？罗魏两家向来不对付，你说呢？我坚决不同意。缅国战乱不断，如果想要平乱，就要有一个快速获利的产业。程家的产业现在像一块肥肉似的挂着，与其到时候被他们用不合法的手段空手套白狼，不如我现在就去把他们两家家族的水搅浑，跟他们谈合作。不行，这太危险了。用美人计离间是最快速、最高效、低成本的手段了。况且你不是说会一直保护我吗？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你这点计谋，如果被他们发现了，你会被挫骨扬灰的，知道吗？难道你以为我愿意把自己当鱼饵去勾引那些男人？你不生在程家，是不会懂在利益面前，连自己都能物化，供人玩乐，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非要这样吗？是不得不这样。就因为我的计划，所以你要跟我决裂？我只是不希望你违背自己的意愿，强迫自己。我要是能遵从自己的意愿，我早就被踢出程家了。既然靠不了别人，那我只能靠自己。我还在你身边，你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依靠一下我呢？果然男人都只会把女人当贞洁的挂件，说什么依靠她，还不是说走就走。陈上将，我是石玉州。玉州啊，已经到缅国了吧？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暂时还没遇到麻烦，我希望见您一面，聊一下我回雪瑶的事。玉州，好久不见。您身子骨还像以前一样硬吗？要是等不到你来找我，我哪敢从国安局轻易退休啊！您已经加入到国安局了。我这把老骨头不适合在部队了，所以我就接任了局长。你也别回雪瑶了，跟我到国安局做副局长。国安局人才济济，我不想因为我救过您的原因，空降到副局长的位置。你为你姐姐的病甘愿放弃晋升上校的机会，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一次可千万别错过了。现在局内不少人与各地豪门官商勾结，你之前和局里没有关联，自然不像我一样投鼠忌器。与其说我让你做副局长，不如说我在寻求你的帮助啊。您当年的知遇之恩，才让我加入雪瑶。我同意加入国安局。好，不过入职的事情我想暂缓一下，我这边还有点事情要处理。我就知道你终有一天会回到我这里来的。你的证件在国内，我过一段时间给你。缅国危险，想必这个到时候你能用上的。谢谢申君。不是要走吗？怎么又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走？我不会离开你，我只是不想让你为难范闲。不想让我为难。罗元修让我2点去婚纱店，你送我去。对我这么冷淡？我就是天生不爱笑。是吗？杀这么猛干什么？石玉州，会不会看见他？窗外看不见你。石玉州，你是不是疯了？刚才不是手还不老实吗？怎么现在又顾忌了？石玉州，你昨天把我扔在这儿就走了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呢。况且你明知道这是计划，干嘛还吃醋啊？反正姓罗的还没来，这醋就让我吃个够吧。我接个电话。果然打来了。才叔，叔昨天刚知道你来缅国了，好久没见阿生了，今日到叔这儿叙叙旧吧。好，那就下午3点见。姓罗的迟到了，
既然3点约了魏家，那咱们走吧。走了我还怎么用美人计啊？你好像很不想让我试婚纱啊？我没有。停好车来帮我穿婚纱。陈局，我想提前拿到我在国安局的证件。我到时候就穿这个跟你结婚，怎么样？你在哄我？我又没犯错，什么叫哄你啊？我是认真的。那你别和罗元修拍婚纱照。石玉洲，你这是没醋硬吃啊！看时间，罗元修也快到了，帮我解开吧。我们现在去魏家。你这么做，不是放他鸽子吗？我为的就是因为魏家放他鸽子啊。况且，你不是不想让我拍婚纱照吗？这还差不多。等我拿到证件之后，你就不会自己单打独斗。抱歉阿莎，我来晚了，咱们进去选婚纱吧。元修，不好意思啊，才叔知道我到缅国，非要我现在就去他家。你知道的，他跟我爸交情不错，咱们改天再约吧。可是阿莎，我都已经到这儿了。我也很为难啊，反正也要嫁给你，以后会天天见的。嘿呀，阿生来了！本来啊，我听说你到这儿，就想着接你过来的，结果呢，没想到你一落地就被罗家叫走了。才叔，我也想先来才叔这儿的，但是罗家邀请，我也没理由拒绝。好，这样咱们过去坐着慢慢聊。来，阿生啊，我怎么听说你要嫁给罗元修啊？你也知道，执政党一直在盯着程家的暗产，我不懂运筹帷幄，不嫁的话，罗家不肯帮忙。哎，阿生啊，你太单纯了呀！你以为嫁给罗家就能庇护你啊？你看看，罗正权这把年纪了，在这个位置上还能待多久？他那个儿子呢，又没什么能力，结不了班的。你指望罗家，那你还不如跟我合作。我们魏家的儿子，那比罗云秋强啊！谢谢才叔，但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哎呀，阿生啊，叔叔呢一直都知道，你是能够做大事的料子，所以你应该清楚，罗家他表面上是在庇佑你，但是实际上那是看中了你们家的暗产。如果你嫁过去，他们霸占你的暗产，又一脚把你踢开了，你是怎么跟家里交代呀？那您的意思是？我们魏家呢，比他们家少要一半。你把亲事退了，到我魏家来。这就上钩了。既然才叔这么有诚意庇护我，那我自然是答应的。那才叔，我先回去跟我父亲商量。好，清风啊，你别躲着了，出来送送你阿生姐姐。阿生姐姐，我送你。阿生姐姐，你放心，结婚后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我很期待呢。你开的比昨天还要快啊！我讨厌其他男人用那种眼神看你。阿宇，把我要和魏家结婚的事儿传到罗家那儿去。
你是在作死？死不死的得作了才知道。我要尽快把罗家和魏家的水搅浑。宇宙，你的证件已经送来了，来我处取。怎么不下车？我去取个东西，况且你的计划太冒险了，我帮你补全。靠你自己。我说过，你可以依靠我。石玉洲，你最好不要有事骗我。老板，罗元修知道您因为魏家推掉和他拍婚纱照的事，大发雷霆，是要杀了魏清风。罗正全答应了？那倒没有，他只是把罗元修骂了一顿。罗正全在缅国经营几十年，这点风浪还掀不翻他的船。怎么不见周哥呀？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去备车吧，下午还要去见闵登总司令呢。那不是临时执政党的头吗？周哥确定不跟你一起去啊？放心，他可比那两家安全多了。记得把暗场合同带上。好。总司令。程小姐，总司令为缅国鞠躬尽瘁，真是一点都不显老呢。听闻程小姐把自己许给了罗家和魏家，今日一见，才发现程小姐果然很会说话啊。请。总司令大人时间宝贵，我就不绕弯子了。您征战四方，想必资金短缺不可避免。这是程家的暗产，总司令想与程家合作一把吗？这件事罗家和魏家知道吗？罗魏两家盘踞缅国多时，您心有顾虑也很正常。打个赌吧，5点之前，您一定会答应和我合作。程小姐这么有信心啊？石玉洲，你到底在搞什么鬼？程小姐还是有些太自信。长官，翡翠城街头，罗家、魏家正在火并。为什么？好像是魏家打动枪机，把罗元修他。有什么好吞吞吐吐的？罗家以后不会有直系后代了。原来是石玉洲搞鬼，把两家的火提前挑起来，还真够损的。现在翡翠城暴动，您罗魏两家一直自诩缅国两大家族与您作对，他们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暴动，就算您想劝和，也于事无补。程小姐什么意思？不如斩草除根，两家的财产充公，再加上程家的暗产，大司令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了。程小姐的暗产也不是白给的吧？我程家的暗产能在大司令手下经营，那是他的福气啊。程家只要缅国1/3的玉矿，其他的一概不要。真的？我哪敢跟大司令耍心思呀？不愧是程家呀，做事儿就是爽快。那就期待总司令继任总统的好消息了。到时候必定宴请程小姐。哼。程家暗产换1/3玉矿，这不是赔血本的买卖吗？此女有勇有谋，还好她不在缅国，不然的话，我以后的劲敌就是她了。家主，五少爷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和自然发病一样。好，要现在把五少爷给接回来吗？
那也太惹嫌疑了。让程峰在外面多流浪些日子，暗中派人保护他的安全即可。他只有吃了够多的苦，才能忘记他母亲的死，这样他才会更感激我给他的甜头。完成了吗？当然。不过这件事是你一个人做的？秘密。哼，秘密就秘密。现在翡翠城情况怎么样了？明灯的人出来，无差别镇压，楼外2家伤亡惨重，很快就投降了。不过这个魏志才失踪了。失踪？阿胜，陈医生，你怎么了？叶闯总司令府，你好大的胆子！华国国安局副局长石玉洲，秦敏登将军协助调查失踪的程医生。石玉洲，血敖中校石玉洲，你现在竟然是国安局的人了。因为程医生的原因，我不能暴露身份。翡翠城暴动之后，魏志才失踪，紧接着程医生也失踪。我怀疑是魏志才搞的。请石副局放心，我们一定会协助你抓捕魏志才，并确保程医生的安全。醒了。才叔，我们都快要成为一家人了，您这样招待我，是不是太不厚道了？丫头，我认识你这么久了，居然不知道你的心肠如此歹毒。才叔这话从哪说起啊？我们才刚见没多久。你害我家破人亡了！你爸爸没有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了也是白问。装糊涂是吧？你根本就没想过跟2家联姻，你一出美人计就引起我和罗家之间的矛盾，现在闹成这个样子，你敢说你没有在背后煽风点火？才叔不是说我单纯吗？我这么单纯的丫头片子，怎么能有这种奇才啊？我抓你过来不是要跟你聊天的，我儿子死了。既然咱们聊过联姻的事儿，就有劳程小姐到下面去陪着他吧。魏志才，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刻放下人质投降。他将会亲自过来的。才叔，真是惜败啊！败了又如何？就算是死，我要拉你垫背。魏志才，你别过来！石玉洲，杀了他！你个贱人！我就知道你会来。你还笑得出来？石玉洲，我好累啊，明天我要休息1天，你得一直陪我。不止1天，这一辈子我都陪你。这个是你？阿胜，你们俩这个表情，是祭奠还是哀悼啊？你可算是醒了。我只是低血糖而已。这事儿啊，总算是完结了。哎，那老板和周哥也不用那么着急回国了。我肯定是要给自己放1天假的。阿宇，你最近也辛苦了，随便去哪儿玩吧。还是老规矩，一切花费我报销。真的假的呀，老板？我可好久没休假了。那周哥呢？他留下来陪我。哎，石玉洲，你去给我做牛排吃。还在生我气啊？怎么会呢？大小姐好好休息吧，我去门口守着。又怎么了，大小姐？我想吃牛排，你做给我吃。现在？好，我做好了叫你。
时保镖还会摆盘啊？尝尝吧。不是要吃牛排的吗？牛排哪有你好吃啊？还在生我气？我哪敢？那怎么连正眼看我都不愿意啊？我要回去休息了。不是说陪我吗？说话不算话，我要罚你。罚我？你用美人计搅乱风雨，把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我还没罚你呢。那你罚我吧，就罚我一晚不得安眠，怎么样？既然你这么想被罚，那你不要后悔。你放心，就怕你一会儿被爽哭。Keep it down like there's no one around. We keep on looking, we keep on looking. Cameras are flashing while we 我看你的第一眼，我就已经开始气了。keep watching. Give me, give me more.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more. Give me,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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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 me. 朱玉正，你以前是不是干过这行？你说什么呢？你的服役意识太好了，让我感觉我是你的客人。如果是这样，你就是我这辈子第一个客人，也是最后一个客人。好幸福啊！不过明天回国就不幸福了。家主，小姐已经成功将暗产送了出去，并且在闵登大司令手上换来了缅国1/3的玉产。虽然是赔本的买卖，但好在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给送出去了。家主，若是要三小姐接管程家，程家必定更上一层楼啊！她再怎么能干，也只是个女人，女人终究是要嫁人生子。那我程家岂不是和她一样，都成了泼出去的水？家主，就算三小姐是女人，但是她毕竟是最后能撑起程家的孩子。我的吩咐还轮不到你过问。去，把程峰给我接回程家。家主，你真的要把程家家主的位置让给别人，也不让给三小姐吗？程峰才是我的儿子，他程一生是彻彻底底的外人。去照我说的做。只有你们两个，郑玉琴呢？菜，他的宝贝儿子把咱程家和咱爸害成这样，你以为咱爸的性格还会留他吗？什么意思啊？给点钱打发走了。阿胜，缅国危险，这些天妈一直都很担心你。有事快说。这程家家主的位置眼看就要是你的了，你哥也不想跟你争，那他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不然你看看能不能把什么总经理的位置给他呢？妈，我之前跟您说那些你都忘了。程一生，我心甘情愿的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连这点小事都不愿意付出啊？自从我接手程家暗产之后，你这些所谓的小事还少吗？那都是你该做的。真是我活该，活该生在程家，活该被你们一边利用一边看不起。既然你那么喜欢儿子，为什么当初生下哥哥之后还要生下我？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我和程立坤的孩子。要不是我江慕真，你早就被你爸扔在河里淹死了。就算我再怎么对你，你都该感激我。妈，你说什么呢？当年江家重男轻女，把一切都交给了我的赌鬼哥哥，而你
就是他风流一夜的产物。你能长这么大，就是我这个当年还没有大学毕业的学生，用奶粉给你喂活的。当年江家破产，程立坤又看上了我，他用你的命威胁我，逼我嫁进程家。他转头就要拿着程家给我的彩礼消失不见了。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被困在程家这个地狱里。怪不得你会这么对我，怪不得我爸死活也不把程家的家主之位给我。所以你还要我怎么对你好？可是我不能选择我的出生。你明明知道重男轻女害了那么多人，你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我们明明可以不闹到这个地步的。我还是会像之前说的一样去赡养你们的。我做的这些也够弥补你为我做的一切了。刚刚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不想在这里，带我走。好。家主已经把小少爷带回了。阿峰，来，过来。小少爷，这是程家家主，也是您的父亲。爸，阿峰，你母亲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以后就住在程家，前尘往事就忘了吧。我一定能当上家主吗？哼，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我在这儿等你。回来了。你身体好些了吗？你是希望我好还是不好？我确实和您相似，但我对亲人还有点感情。您是除了母亲和哥哥以外我唯一的亲人，我怎么会不盼您好呢？阿生长大，不再是那个抱着腿哭着求我回家的小女孩了。这么多年，你一直都在恨我吗？当然恨了，恨自己为什么生在程家，为什么是个女孩。可现在不恨，反正我也不是你跟妈妈的亲生女儿，不是吗？既然你已经都知道，那就更能理解我了。明明不是程家的孩子，给口饭吃就行，却让我频频涉险做那么多。现在我想要家主的位置，不贪心吧？哼，你还真是装都不装。你以为你赢了吗？无关输赢，缅国的事情想必您已经知道了。您的任务我完成了，家主的位置，到现在您还没有想好让给我吗？进来，阿生，他是你五弟，程峰。五弟，三姐姐好。您着急让我去缅国处理暗产，就是为了把他找回来继承你的位置是吗？三姐姐在魔都的名声早就如雷贯耳，今天终于亲眼见到本尊了。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希望姐姐不要对我抱有敌意。五弟也说了，我们是一家人了，怎么会有敌意呢？你还在上学吗？之前上高二。之前？你现在不上学了？之前妈妈患重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所以我……好了，我累了，你们姐弟有话就出去说。老徐，你留下。三姐姐，这位就是姐夫吗？可看着不太像电视上的陆家少爷啊。他是我的贴身保镖，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三姐姐，怎么，还有事吗？
我知道三姐姐心里想的什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跟你抢家主的位置。来程家不抢家主，抢西北风吗？我来程家是为了别的事，无论三姐姐信还是不信，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是吗？是吗？那三姐姐，您觉得呢？真不愧是程家的家主，永远都有后手。我还真是没想到他还有个私生子，不过我又不是他的孩子，怎么能叫他的儿子私生子？刚才他说的话可信吗？3分真，7分假。他刚才说因为他母亲生病，花光积蓄，所以才休学。可他身为程家的儿子，怎么可能沦落到这种地步？我总感觉这对父子的关系没那么简单。我觉得他之前可能是一枚弃子，你父亲发觉你已经威胁到他了，所以把他给召回来了。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却对我知根知底。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我得赶紧调查出这个程风的真实来历才行。我的病医生怎么说？家主您福泽深厚，现如今五少爷也回来了，您可以安心了。什么时候这眼睛闭上了，也就什么时候能彻底安心了。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但这家主的事儿必须要落实。通知家里面我明天要回去一趟，让他们在书房都等好了，我交代家主的事儿。陈局，我想要一个程家叫程风的全部资料。对，现在遇到了一点大麻烦。好。在模仿大猩猩吗？我不该让阿宇休假的，现在没有他的调查，我连程风休学的原因都不知道。你父亲已经提前把程家的资料给藏起来了，所以你查不出。这是我让人查到的，看看。石玉中，你哪来的这些资料啊？居然连他母亲的也有。你以后就知道了。发现什么了？我怀疑程风母亲的死没那么简单。二妈，二哥，我叫程风，以后请多多关照。你也是爸的孩子？他是咱们五弟。三姐姐，你说爸会不会以后把家主的位置给你？你现在不是比我清楚吗？还是说你真的一点都不想继承？那三姐姐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客套话了。今天让你们聚在此，就是为了宣布程家以后家主的事儿。阿生自大学毕业后，一直掌管和经营程家的暗产，又是抓内奸除叛徒，又是置换成名产，保程家出生入死，可谓功不可没。老爷，我知道阿远不是管家的料，那老爷的意思是要把家主的位置给阿生吗？可阿生毕竟是女孩，能力再强也不能完全接手程家。阿凤虽到程家不久，但她是程家唯一一个和阿生可以相媲美的孩子，所以我决定2日后将程家家主之位正式授予程风。届时程家族人都会来此见证。要是这样的话，那以后
我和君远该怎么办？我不同意。哼！程医生，你是不是要把脸完全撕破？哎呀，老爷，阿生也是为了你好啊！阿峰初来乍到的，怎么也要在阿生的手底下历练历练。这还没你说话的份儿。爸，二妈说的对，我就应该多学习学习，在管理家里。我说出的话，绝不收回。姐姐，抱歉，三姐姐，刚才的事我也不知道。是吗？你知道的，我还小，还不会做家主的位置。现在谁是家主暂且不重要了。不过你不觉得你能突然回到程家这件事情很蹊跷吗？三姐姐，你什么意思啊？渐冻症多年的母亲突然就死了，相比痊愈了，突然死亡更像是医学奇迹。你是说，我妈死于非命？我妈死于非命？不可能，我妈是病逝的。你母亲没钱火葬，只能非法土葬。为了调查的准确性，这是验尸报告，这上面显示是中毒身亡。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请专业人士来检查一下报告的准确性。是我害死了我妈妈？不，是程立坤害死他。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一切，都是他一手为了利益造成的。三姐姐，我不要家主这个位置，我要替我妈报仇。你要报仇，我要当家主。既然我们有同一个敌人，那联手吧。我妈枉死在他手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虽然你现在已经是家主了，但你没有股份，他没有把你改名写进族谱，证明他并没有认可你。三姐姐，那你打算怎么帮我？趁他还没有把我手上的实权分走，我会让你成为程家持股最多的人，到时候程立坤就会被架空。谢谢三姐姐不计前嫌的帮我，这件事情过后，我一定会把股份给你的。半路开香槟容易出事，等成功了再谢吧。你回房间照顾他吧，保持我们敌对的假象。好。石玉洲，你是不是有事瞒我？石玉洲，你是不是有事瞒我？怎么现在这么问？你之前在国际上行动，为什么现在回国能迅速找到程峰的底细，又能拿出专业的尸检报告？连我都不信了。我只是怕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骗我。阿生，我发誓永远忠于你，相信我。要是让我发现你骗我，我可不会攻您旧情。如果被程立坤知道我是国安局的人，阿生肯定会威胁，还是等风波平息过后再告诉他。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做？趁我爸还没有把手伸进公司，把股份转给程峰，架空他。父亲真的要让三姐姐管理海外资产吗？他运筹帷幄多年，如果凭海外资产自立门户怎么办？你年纪虽小，但心思还挺深。阿生确实有这个本事，不过所有文件最终生效都需要我的私章，没有这个，即使再大的本事他也不行。那父亲到宣布家主的那天，会把私章给我吗？该是你的就是你的，提前问什么？对不起，爸爸。这里有老徐就行，你去吧。怎么了？姐姐，爸爸说所有文件生效都需要他盖私章才可以，但是我没问出来私章在哪儿。没关系，我自己找就可以，你不要露馅。好，姐姐一切小心。
五叔刚才听到了什么？少爷，想是什么就是什么。家主，三小姐去了公司。她去了公司也没用，没有私章，她当不了家主。家主，你真的要让五少爷做家主吗？他年龄太小了。你以为你以前伺候过我爸几年，就能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了？我只是想让程家越来越好。我做的一切决定都是为了程家。你去，给我继续盯着程医生去。去。他应该不会蠢到用什么特定时间做密码。我以前在部队学习过破译密码，可是我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和母本，我也没有办法。老徐怎么给我打电话？薛叔，喂，什么意思啊？是密码。保险箱的，他为什么要帮我？你还真有两把刷子啊！真让你打开了，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做到中校的？你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了程峰，如果他反水了，怎么办？他还那么小，相依为命的母亲就死在了素未谋面的父亲手里，我不太相信他会反水。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做两手防范。现在股份已经全部转让给你了，你会坚守咱们的联盟吧？我妈妈死在他手里，我怎么可能会依附他？小文件已经传输到你的手机里了，纸质的合同等咱们见面后我给你。好，谢谢姐姐。爸，您咳得越来越厉害了，还没有吃药吧？我还以为你们都盼着我死。怎么会呢？爸，不要吃了。我妈病重的时候，连吞药的力气都没有。不是告诉你让你把以前都忘了吗？忘了，恐怕全天下没有人像你一样，把抛妻弃子的事情说忘就忘了吧。当年你妈就是一个舞女，我怎么能把她带回程家？1000万的封口费已经仁至义尽。你所说的仁至义尽，就是给她下毒，把她活活疼死吗？什么意思？你对我做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已经老了，谋算也是漏洞百出。现在程医生已经拿到了你的私章，把大股份全都转到了我的名下。你也没想到老徐会背叛你吧？其实我也没想到。你现在是不是很疼呢？给我下毒！我不光要程家家主的位置，我还要你的命！是要给三姐姐打电话吗？恐怕她现在连自己都保不住了。阿生，去地下给我妈赎罪吧！我会好好挥霍程家的每一分钱。还是打不通。别担心，有我在。爸，你怎么了？想说什么？我们刚刚接到举报，程以生小姐故意投毒杀人。我们刚刚到这里，怎么可能投毒？谁报的警？我们不能透露报警人隐私，你俩跟我们走一趟吧。
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步呢？父亲病房里没有监控，我除了手里没有毒物之外，简直就是最大嫌疑。阿 Sir， 我父亲怎么样了？心脏衰竭，刚刚过世，现在并没有查到毒物来源与你有关。如果12小时之内还查不出的话，也会被假释，到时候你还可以参加到你父亲的葬礼。那跟我一起来的石玉洲呢？他跟你一样，要在1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假释。我知道了，谢谢啊。这次又要麻烦你们查清一下毒物的来源。程家的事啊，影响太恶劣了，肯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玉州啊，你准备什么时候上任啊？等程医生坐上程家家主的位置，我立刻到公安局报道。现在城内风波诡谲，我真的急需你的帮助。您放心，2天之内，我一定助你彻底肃清局面。不愧是我看中的人，明天程立坤祭礼，说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到时候带几个人过去。谢谢陈局。别怕，有我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有点难过。明明是他缔造了这一切，现在他死了，我不应该高兴吗？你难过，是因为你比他更有血有肉。别哭了，我现在2只手都擦不过来了。这是什么？看来程立坤不光是会武，更是帮了你最后一次。阿生怎么可能会投毒害死他的亲生父亲？一定是你动的手脚！二妈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毕竟也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我呸！我看一定是老爷逼入膏肓被你给骗了，不然我们程家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你这好人？太不这程家最能干的就是程医生了，他怎么可能是杀傅如玉的凶手？哼，这程立坤当年是烂黄瓜的事，谁不知道啊？不知道在哪儿就留了种。这是我和父亲的亲子鉴定报告，还有另一份是我父亲盖有私章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诸位，还有异议吗？这倒是啊。我本无意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和大家针锋相对。我跟我父亲相处不到1个月，他就离开了，我内心也是十分的悲痛。可我父亲在临终之际，他把程家的重担交给我，那我就应该负重前行，以尽父亲的在天之灵。五弟这话说的还是有点早吧？姐姐假释出来了，这么气势汹汹的，是来参加父亲葬礼的，还是来杀人的呀？这是父亲的血书遗嘱，我当然是按照遗愿来继承家主的。这可是血书啊！看来程峰手里的东西不管用啊！程峰不是家主，没想到你演技这么好，竟然跟我玩无间道。这是父亲临死前放在我包里的，而且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前遗嘱作废，由程以生担任家主。你无话可说了吧？就算遗嘱是真的，你也是在假释期间，身上还背负着杀父之名，说不定这个遗嘱就是你在逼死父亲的时候逼着他写的。我这里还有他私章的文件。你能算计我，怎么没想到我也能留个后手呢？你说的没错，先给他盖个假章，糊弄一下。你哪来的假章啊？万一这假章被他发现了怎么办？怎么轮到你变糊涂了？他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小孩，怎么懂得识别印章啊？而且满大街不都是刻假章的小摊吗？你确实演技很好，有点道行，但你姐我也不是吃素的。程峰，你现在依旧是一无所有，你已经输了。父爵，毒物来源和您之前让我们调查的是一样的。既然用的是当年给他母亲下的毒，心够狠啊！局长说了，如果发生暴动的话，您可以持枪。知道了。
输？哼！自从我生下来，我就从来没赢过。没有程立坤，我也不会遭受这一切。他死在我手里，就是死得其所。疯子！我就知道，你今天假释过后一定会回来。好，那我们就鱼死网破。公安局副局长石玉洲因乘风非法买毒，蓄意杀人，特来抓，带走。真是没想到啊！成王败寇，终究是你们赢。如果不是你人心不足，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国安局副局长，有没有被伤到？你什么时候成国安局的人了？等会儿再说。我程以生遵从父亲遗愿，自即日起继承程家家主之位。程家家主程以生嫁给原任贴身保镖的国安局局长石玉洲，上演女王嫁忠犬戏码。这标题谁写的？当然是我叫人写的。怎么，你不愿意当我的狗？我当然。怎么，被我美得走不动道了？你真的穿了这件婚纱？既然我当初答应了你，就一定会穿。咱俩结婚，你哥和你母亲真不来？他们一个去全球赛车，一个去全球旅游，不给我添堵就不错了。婚礼来不来也无所谓。石玉洲，你还没回答我呢，愿不愿意当我的忠犬啊？当程以生的狗，甘之如饴。